上到八旬老人，下至几岁孩童，困扰春季的多发病为何缠绵难愈？治起来呢，你稍微呢不对症的话，效果就差。广泛流传的偏方，实则真真假假。生姜加红糖加大蒜，宇哥，这我一看我都可以知道。缓解风寒。对了，这是治疗风寒的。2味药材，他道出顽固疾病的治疗秘方。我回家就问我父亲了，我父亲说：“哟，这家人忘教你了，石斛加上带葛粉。”名医之后，他从医多年，随诊抄方，传承医风。留的最后一样，最后一味药，老爷子没写，老白烟不说了，不说了。健康北京正在播出。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北京》，我是主持人孙宇。我是李然小李。这个春天啊，还真是不好穿衣服，忽冷忽热。这个今天上午我记得我这是穿这个棉衣啊，到中午的时候呢，又觉得有点热。您中午换短袖了？你不是？您看这个一到傍晚又得穿上了，这时又得穿上。忽冷忽热，爱感冒。所以春天不好穿衣服。而且春天呢，尤其容易得一种病。这种病无论您是这个4、5岁的小孩子，还是70、80岁的老人，都有可能得。这个到底是什么病呢？今天我们专门请来了一位老师著名的这个中医的大夫裴老师吧？裴胜裴老师。哎，刚才看见裴老师了，咱掌声欢迎吧。欢迎裴老师。哎，你好，你好，裴老师您好，老师好，您好，您好。裴胜，副主任医师，儿科专家。父亲裴学义是京城4大名医孔伯华的关门弟子。从医多年，裴胜既学习了师爷孔伯华的中医理论，又跟随裴老出诊多年，经验丰富，擅长治疗小儿呼吸系统疾病、过敏性疾病、消化系统及肝胆肾脏系统疾病。欢迎裴大夫。咱们刚才也说了，说这个春天呀，有一种病，小孩子还是这个老人家都容易得。到底是什么呢？咱们请教一下裴大夫。行嘞，好不好？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病？其实这个病大家都知道，应该叫春咳。春咳，也就是春天的咳嗽。春天的咳嗽，春天咳嗽叫春咳，叫春咳。春咳最常见的类型有风寒咳嗽、风热咳嗽、风燥咳嗽、内伤咳嗽、痰饮性咳嗽。不同类型的咳嗽该如何分辨？又有哪些不同的症状？其实很多人呢一直在问，有很多节目也要分，风寒还是风热。我爸爸在教我的时候，他说不用那么麻烦，有便捷的方法。对，这就是教儿子。是吧？你要是教学生，他得讲理论呢，是吧？从理论，《黄帝内经》怎么说？现代医学怎么说？是吧？讲理论，用清鼻涕，咱说了半天。您父亲跟您直说，是，那您得教教我们去。教我的时候就是只给，不讲那么多理论。说我告诉你，什么叫热，什么叫寒？只要这个患者嗓子疼。嗓子剧痛，你再看一看有点红，不管他是流清鼻涕还是白舌苔，那就是热，那就得下去热的药。这就看到根儿上了，不用管别的，你就看这个。他说：“我说为什么这样？书上可不这么写。”他说：“这样，说这病他不是在那待着。”不动，风寒就是风寒，永远不动。他说是错误的，这病是在运动。病风寒进来了，到人体，如果李然你春节吃肉太多是吧？内热特别大，风寒进来了，马上在你身体里，你那热一撞击，就产生热，而且这热就刺激嗓子，刺激肺，所以呢，他就说你马上看他嗓子，他说一疼，他说一红一肿就是热。流清鼻涕咱也不管，就治热。太好了，我这有亲身感受。这有幸看到我们这期节目的朋友，可以拿这个做标准，来检验自己到底是风寒还是风热。是，张嘴，张嘴不是你这个，我现在还我看不见你嗓子眼，樱桃小嘴不敢张啊，看不见你嗓子眼。我嘴小吗？
我们呢，其实呢也搜集了一些啊，这个很多朋友的有一些关于这个治疗风热风寒的感冒咳嗽的有一些方法自己的高招。我们呢也都汇总在这个大屏幕上，咱们请这个裴大夫啊跟咱们讲解一下哪些有用，哪些没用，好不好？这个偏方一，生姜加红糖加大蒜。于哥，这我一看我都知道可以缓解风寒。对了，这是治疗风寒的，这行吗？因为那些个食材呀，什么生姜、红糖、大蒜，都是这个热，对，都是热的这种食材，祛寒的，对，是吧？裴老师，您说呢？我看了看这个呢，挺好。生姜、红糖要保留，大蒜我看可以去掉啊，是因为呢，感冒、风寒、风热呢，它都刺激嗓子嘛。你的大蒜辛辣。大蒜是很好，平时没事的时候，身体好的时候，咱们为了为了提高自身的免疫力、抗病能力，可以吃大蒜。但是，一旦你已经感冒了，你就不要用大蒜了嘛，它刺激嗓子嘛。而且呢，它有辛辣。再来看看偏方二啊，是蒸大蒜水。哎，这位跟大蒜是这几个偏方啊，大蒜水估计都是卖蒜的给提的。蒸出来以后，这风寒咳嗽，那照刚才裴老师的说法，这没什么用啊，没什么用，是吧？裴老师，我看这个就取消吧，就取消吧啊，免了吧。治咳嗽就算了啊，就算了。咱们看看偏方三吧。完了，烤橘子。烤橘，这我小时候听说过，我也吃过。哎，我也吃过。烤橘子是吧？流行了一段时间。这烤橘子呀，这橘子呀性温，温和，偏平。哎，橘子有化痰是吧？止咳的作用。我觉得呢，要是也是感冒初期、小咳嗽的初期，可以保留这个。咱们看看第四个，煮萝卜水。哎，这行，煮萝卜水可以保留吗？保留是吧？煮萝卜水还是最好是咱们说到了白萝卜，象牙白。哎，象牙白，这白色入哪儿啊？入肺啊。肺呀。青色入哪儿？入肝呐，黑色入肾呐。这白色是入肺的。保留这个，这挺好。这个不就是萝卜汤吗？实际上，哎，其实就是萝卜汤。就是萝卜汤。但是萝卜它有理气的作用，奔下走的作用。哎。说了几个偏方之后啊，咱们请这个裴老师裴老师今天带了一些药材。裴老师正经的站在他的角度啊，给咱们说一些这个老中医的偏方。这回是真格的了，治咳嗽的啊。你看，我这儿呢，给拿一下啊。首先就有这个乌梅和陈皮。这个都讲究，这都是裴老师带来的。刚才李然老师说呀，那个大妈是大爷说了，哎，老过敏咳嗽，对啊，花粉咳嗽，现在过敏的是特别的多。我们每天门诊的时候看到这种病例特别多，每天都有啊。但是我今天推荐这个呢，陈皮加上乌梅，这个就是对过敏性咳嗽有疗效，是有疗效。不是说有点好处，不是，是有疗效。它是有这个治愈能力的。对，有治愈的能力。咱先说这个过敏啊，这过敏性咳嗽也叫风燥咳嗽。也可以这么说。但是呢，因为它过敏的原因太多了，但是它有治疗的作用。不像刚才那萝卜汤，那是就是吃有好处。那这个用法怎么用呢？1比1，就是1比1就可以。煮多久？比如说，咱们就这么说啊，咱们来一个陈皮10克，乌梅10克，把这个它泡在药里，放在一起煮，水呢要没过它最少3公分，你得多煮一点啊，是吧？多煮点代茶饮。煮多久？煮多久呢？一般要煮半小时到40分钟。这样它的药性才能发挥，充分发挥。这样呢煮一遍就可以了。好，倒一大可乐瓶子里，平时就喝，上学喝，渴了就喝，没事就渴了喝。这个药典上说呀，乌梅有抗过敏的作用。中医讲它色是酸的，味道是酸的，酸能敛，收敛。我们有的大夫呢，对肝有好，治咳嗽，酸还入肝呀，所以呢，就酸能收敛，对那些慢性咳嗽、老不好、顽固性咳嗽，加一点乌梅，效果也是很好。但是你感冒初期流大清鼻涕，就先别加了，对不对？那么咱们再说陈皮，陈皮这味药呢，性偏温一点，它还有理气作用，
哎，它还能化痰止咳，2个加起来有非常好的疗效。哎，裴老师，我听说您除了这个陈皮跟乌梅之外啊，还有一些其他的方法，就是陈皮跟什么什么？哎，对，陈皮跟什么什么？我是比较喜欢陈皮这个药啊，您偏爱陈皮是，比如说治风寒感冒了，那陈皮用点生姜啊，也味道也好，跟生姜加一块儿，那生姜加一点，比如风热感冒了，用点陈皮加点竹茹啊，竹茹是清热的呀，就是也败火，哎，败火，它力量又不大，它又没有三黄、黄连、黄柏、黄芩，没有它们那么苦寒，哎，竹茹好东西，竹茹，比如你有痰恶心，加一点竹茹，好用，特别好，这是风热的，所以偏风热的加一点。那么还有呢，比如说咱们偏燥性的咳嗽呢，就这俩呗。哎，这个可以，比如说它是过敏性的，它如果一点痰没有，肺阴伤了，舌头都拉不开栓了，口渴的不得了，那么我们可以用点食材，荸荠，弄点麦冬，哎，一块煮一煮。好极了，润肺，这也是比较常见啊，容易得到的。对，是咱们就提的呢，不是真正的是药食同源的。好，专家建议，陈皮搭配生姜可缓解风寒咳嗽，陈皮搭配竹茹可缓解风热咳嗽，陈皮搭配乌梅可缓解过敏性咳嗽，荸荠搭配麦冬可缓解风燥咳嗽。春咳困扰还往往伴随多痰症状。有些黏痰或是焦痰是吐不出来，吐不出来是憋得胸闷难受啊，就如鲠在喉的。传家秘方，一招解决咳痰问题。石斛加上带葛粉，健康北京正在播出。有些黏痰或是焦痰是吐不出来，吐不出来是憋得胸闷难受啊，就如鲠在喉的。我有一次呢，就是门诊呢遇见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很棘手，他就是不出来。说你要让我把这痰吐出来，我就舒服了。他说：“我说你原来用过什么药啊？”他说：“还中西医结合了，炎也消了，他怎么还有痰不出来？”我回家就问我父亲了。我父亲说：“哟，这件事忘教你了。”嗨，我说你赶紧跟我说说啊。然后我跟你说，告诉你，石斛加上带葛粉，喷痰就出来了。我就回去我说多少克呀？告诉我多少克，我得加上。加上多少克呀？啊，多少克？一般呢就是咱们成人，一般石斛15克到20克，带葛粉90克就够。他说：“我说这是什么原理呢？说的石斛啊，是润肺和胃的，增加它的水分。我说那增加水分用点别的行不行啊？说效果就不如石斛。石斛增加肺胃水分。比如说口干，老人夜里张着嘴呼吸，口特别干，夜里还得漱口，你就喝点石斛水啊。好东西。唱歌的润。唱戏的，用嗓子说话的老师，平时喝点石斛水，就是能够增加人体的津液。对，津液呀。裴老师这石斛也不易得，现在太好了，这也贵。就是铁皮石斛，有耳环石斛，那贵着呢，是吧？是。但是石斛是真有效，对嗓子确实有效果。那么石斛加带葛粉，俩人是一对药。还一吃痰就特别好出来了。痰都吐出来了，还用吃药吗？还用化痰吗？这也是您那个秘方，今天也给这是我老父亲奉献出来了。就是告诉我，你用这个，我一下就记住。带葛粉和石斛。他有时候呢，就是自己的父亲教自己的孩子的时候，他就给你讲他的失败的经验。他不给你讲成功的经验。那么老师上台老讲这个方子好啊，怎么成功啊，有效率啊。自己的父亲教自己的儿子，不讲成功率和有效率，他就讲你失败。我用这方子失败了，用那个不行了，后来怎么行的？你肠胃还是真是弱一点啊。从这个脉象来说，来我看一下嗓子啊。
来啊一下放松。哦，嗓子还行，嗓子还可以。最近没感冒是吧？没了。哦，好。最近睡眠怎么样？睡眠不太好。是吧？啊，有点黑眼圈吧，是吧？黑眼差一点。你还回忆一下你小时候找爷爷看病的时候，就找我爸爸看病的时候，当时治的什么呀？当时治的最小那时候，可能刚出生那会儿就是应该是黄疸吧。哦，你这么小的时候就找我爸爸看黄疸是吧？小乳干。小乳干。你爸那时候在儿童院那个时候是吧？那么后来我认识你的时候，你已经上中学了。那时候上中学了。那时候也好像那时候也脾胃差。那时候也脾胃差。是不是？就是回来就是调节脾胃这种。那看来这真是老病人了。在裴胜的门诊，像这样的病人十分的常见。最早是他父亲裴学义的患者，多年后有什么疾病又找到了裴胜，特别多，因为我父亲，行医大概70多年，在北京啊，他都看到了5代的病人，他给那个患者的老爷爷看过，又从这个患者的自己的下边的儿子孙子都看，所以都能看到5代4代，都是这样。所以呢，好多患者呢，他就等于我就继承嘛，当然我叔叔的病人现在还在找我，所以呢，所以有很这个责任呗，传承，继承他们的这个医德、医风、医术。宝宝叫我了没有？打招呼了吗？你好。原来它是黄的，特别黄。它那个不是肝病，它是染色，就是吃黄的东西啊，南瓜呀、胡萝卜太多了，天天吃，哪个器官都不能伤。有一个小孩呢，他那个鼻炎，他妈妈就没管他，到我这儿来，已经是龙鼻子了，就闻什么妈妈炒菜的味儿闻不着了。所以有病早治，没病早防多么重要。像你这个接受教训了吗？下次有什么事儿都不着急了吧？是我一直，跟我爸爸一起出诊，一直在出，所以面也熟。他们看病的时候，我当学生抄花。等老爷爷不看病了，这个儿子面熟，也找他看吧。看过1、2次管用，他又信任我了，就是这样。您今年多大年龄？我57岁。虽然是儿科医生，现在来找裴胜看病的患者涵盖各个年龄段，疾病也是各种各样。您那个脉呀，跳得不太流利。您有什么基础病吗？血压、血糖？就是这个嘛，是不是？对，发力差一点了。来，我看您舌苔。那段时间前几天舌苔整个蜕一层皮。您瞧瞧，我看看。哎呀，看看，那谁？看，这舌苔可不行，太干了。吃这个西药、中药都加起来了，能控制住吗？现在去查的时候正常吗？我刚才是查了1个星期。我刚吃了1个星期。刚吃1个星期啊。对。反正呢，您别的医生跟您说忌口的事了吗？没有。我要跟您说，这个必须得说。晚上说喝1碗粥我就睡觉了，不行，不能喝粥。是吗？喝鸡蛋什么汤都可以，西红柿鸡蛋汤啊。要点黄瓜片啊，这可以，不能喝粥了因为等于您这在喝糖呢，是吧？你要记住。然后水果呢，也是尽量不吃太甜的。小时候跟父亲抄方，到现在从医几10年，作为名医之后，裴胜说这是责任，更是挑战。那么第一个是挑战，我们要对疾病呢要进行斗争。你不能我只是捡着特别容易的病，感冒咳嗽，不爱吃饭，那么你老看这种病，疑难病给谁呢？就是我们有传承的这些大夫有责任进行挑战，但是挑战要冒着风险的。比如说我看了一个不爱吃饭的，我开一小方，我回家就睡安稳了。我要看一个，比如说现在自闭症、孤独症比较多，那么我们这些大夫都不看，谁来看？那我们看完以后，我们就晚上都睡不着觉的。我们得琢磨，下次如果不见好，我应该加什么药？就结合天气，结合家长，结合他的培训我结合西药，中西结合嘛，我们就是这样。但是我们要有责任
我们是传承啊，因为我的师爷、我的父亲都是名医啊。我们的名医之后，你再不去努力，啊，那就是谁来看重病啊？这个咱们都知道，在节目一开始呢，咱们曾经说过，裴老师的师爷是孔伯华孔先生，是吧？这个是他的父亲呢，是裴学义裴先生。对，裴先生也是著名的儿科专家，是吧？孔伯华孔先生，对，在这个中医学界呢，给他曾经起过这么一个名字，叫辛凉派啊，辛凉派。这个辛呢有发散的作用哦，啊，辛呢发散，去辛解表，哎，有解表的作用。那凉呢？就是凉对谁啊？对热呀。哦，你有热，我用凉啊。啊，叫热者寒之，是吧？你有热，我用寒药。师爷呢，他是温病学派，在温病学派上，他又发展了，他就用辛凉。他认为，当今的人。不是2000年的以前的人，那时候地冻啊还都裂口子，现在，啊冬天都跟春天差不多，偏热现在，所以呢，辛凉派主要治什么呢？治热，治湿，治痰。哎，这不是现代人的病吗？对啊，就是现代的人，所谓炎症，炎症就是有火呀，对，2个火加起来就是炎呐，所以它就符合。哎，当今的跟形势走，哎，你当今什么病多，我就治什么，我用什么办法，是吧？他就是辛凉派的代表哦，所以呢，他有一个美誉，管他叫石膏孔。哦，石膏可是凉的呀。哎呦，石膏叫大老虎啊，对不对？啊，石膏人都管它叫大老虎，就是白虎汤，白虎汤里边的君药，生石膏。但是我师爷善用石膏，用的太好了哦。他虚症他也敢用，所以呢，他就用的非常巧妙，而不是他就呆用傻用，不是，他用的特别好。所以呢，人家美誉就同行都说石膏孔，你敢用，我们不敢用。而且我好像还听说过，孔先生原来用那个石膏的剂量特别大，然后别人都看了都害怕，说吃完了这个得把人给打坏了。对，结果人家吃完之后好了，真是药到病除。对，就是这么回事。那就是因为他对这个有十足的把握啊，对，是吧？其中呢有一个病例我看过，孔老伯我师爷用过120克石膏。那一般常规大概都用多少呢？10克、12克就可以了，15克就到头了。啊，25克那有个别大夫敢用，是吧？啊，120克。哎呦，啊，这他就是认重认得非常准，他就知道我的药要用多少量。哎，有的师傅传方不传量，哦，这个是得要用量，是吧？所以呢，就是还是医术精湛，人家敢用，心里有底。您父亲是怎么走上这条道？哎呦，他是怎么拜的孔先生？孔伯华、萧龙友、施金墨、汪逢春。对，那我师爷和萧老、萧龙友，他们合办北京国医学院。哦，啊，我父亲就是那个学校里的最后一批学生，40年毕业。孔老呢是在每个班里边要挑1、2个品学兼优的学生，来作为他的徒弟。我父亲当时呢就是等于被孔老选中了。那么一学就是13年。哎呦，最后呢学了到第3年，孔老师说你可以走了，你可以自己立业了，就自己开诊或者联合诊所，你们自己挣钱了。我父亲不走。我跟你说，不，我跟您学还差远了，我还得学。那你就留着学吧。从那以后呢，孔老伯给我爸开工资，给学生开工资。你跟我的学，我还得给你点工资。当然就是很少一点了，但是也是一个这个酬劳吧。然后一直学了13年，也是一种认可啊，认可。跟您父亲这个交往的过程当中，您父亲严厉吗？我父亲他呀，想起来呢，我到至今现在还有很多事情历历在目。有一次呢，就是到快下班了，最后一个病人了。这个病人也比较熟啊，有病就来看。我们几个徒弟大概4、5个吧，就都给他抄方。留着最后一样，
最后一味药，老爷子没写，老白先生不说了。这味药说这样吧，今天也最后快下班了，就一个人，说你们把我最后我要想的这味药写上，写在哪儿呢？都写在自己手上，拿了。哇，那这就是临时的一个考试啊，就像考试一样。我们都想应该是什么？应该是什么？好，写上多少克？都写克。还得写上多少克？然后1、2、3，哎，我们觉得做游戏特别有意思。砰，就拿出来了。公布答案。老师一看，哎，老师说谁对谁不对？您怎么样啊？当时？当然我对了，您对了，当然您肯定得对了。最后药肯定得对啊！我记得那次是治咳嗽，也是今天咱们讲的春咳。最后一味药什么二陈汤啊，咱刚才说温胆汤啊，什么都用上了开了一好方子。但是最后这味药画龙点睛的一个药，说最后药是什么？我一写，钩藤，钩藤，双钩。钩藤一般都得后下，哎，真是说的对，有经验啊。钩藤，您喝过这药？当然我正在研习。当然有的人呢，你就没写钩藤了，比方那是黄芩了，比方说哎，他说我同意钩藤。因为是自己儿子写的，就必须对。可能也是这是相声啊，这是相声。钩藤是正确的好，为什么是这味药要下钩藤？钩藤是平肝的。为什么肺有病用钩藤啊？要都是克呀，要先下后下呀，都得要写清楚。哎，他呢就是通过这小例子，让我们加深印象。我为什么要用这味药？它的意思是什么？通过这种小例子，我们都记住了。对，我其实想表达就是，我觉得老裴先生实际上也是一个特别好的教育家。就是如果他光告诉你方子，说拿回去背吧，可能你反而倒背不下来了。对这种我觉得他是在游戏当中，实际上就让你把很多特别重要的东西就能够记一辈子呀。随机的填空让你又有趣又觉得记忆深刻。对，我觉得这也是他的发明吧。对，经常是这样，有时候给你出点小题。我们今天也听了好多，听了一些秘方，但是给我留下印象更深刻的是，我觉得裴先生家的这种家风，都是极其认真和极其敬业的这么一个家族。非常感谢裴老师今天光临我们的演播室哈。不仅给我们带来秘籍，还带来那么多好听的故事。谢谢裴老师谢谢裴老师，也向老裴先生致敬，也向老裴先生致敬谢谢他们，谢谢。